16岁初中毕业，是我外公王金生带我进入了木雕这个行业。他是我们徽州木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。2007年，他那时候也有82岁了吧，和他一起耗时3年，做了一幅9米多长、金丝楠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我叫方峰，是一位徽州木雕的手艺人。徽州有著名的桑雕，徽州木雕起源于元末明初至清末，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Historically, Huizhou was a merchant city. As its people prospered, they could fund the arts. When wealth grew, people demanded more decorative arts on their buildings. 旧时主要是依附在徽州徽派建筑上面，比如说以前的雕梁画栋啊、窗子、门楼，这些都是徽州木雕上面的体现。徽州木雕常见的题材有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人文故事、宗教神话、文人骚客等这些事迹。做一件木雕工艺品的话，主要是分5个步骤。第一步是绘图，第二步是打粗胚，雕刻的话，工具有好多种，有圆刀、平刀。起底刀、线条刀，这些工具呢是根据木雕的题材和需要而进行使用。这个技艺的话是根据木头的厚度来的，所决定的。它基本是3维的，因为它很高，它很厚，所以说都是采用的是3维的立体透雕，那些该掏的部分都要掏出来。第3步修光，在雕刻技艺上，人的五官是很难把握的，因为人的五官有各种各类的表情。因为一个名人，你哪怕一个眼神、一个鼻子、一点肌肉不对，大家都会。都会有认知，觉得这个人不像啊。第4步打磨，第5步上色。我外公一生有很多得意的作品，像我外公师傅之前做的东西，有很多人买去收藏，想去模仿。我们早上8点开始学，到下午5点下班，晚上6点师傅教我们学画画，画到9点。3年之内，师傅是不会让我们去雕画面很复杂的一些图案，因为师傅也舍不得好的材料让我们去学。我师傅天天让我重复做一件事，每天就是雕简单的那个椅子上面的那个木雕，所以说也很枯燥，也很烦。我们那时候年纪也不大，也17岁，也在处于叛逆期，所以说那时候也烦躁，也想出来玩。2年半之后，我才能自己独立完成一件作品。从事至今，我现在最担忧的是后继无人，现在没人爱好喜欢这个东西，而且这门手艺也遇到了瓶颈。我之前有带过2个徒弟，他们都分别做了1年的和半年的，分别都跑了，因为他们觉得可以用电脑机器做的东西，为什么要手工去这么费劲费时间的去做？电脑雕刻的东西，它是
没有灵动性的。人手工的东西，它每一件东西都不一样。